我在太傅府当了12年的丫鬟，小姐曾答应待她定亲后就会消去我的奴籍，放我出府。可就在男主下聘那天，她突然抓住我的手。春信，你看刚刚台聘里的那个小厮，我把你许配给他好不好？日后你就能继续伺候我了。前世我果断拒绝，小姐却当场哭了出来，说不习惯没有我陪着，她不要成亲，不要跟我分开。小姐的父兄怪我惹了她伤心，当即将我拖出去打死。死后我才知道，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古代团宠文，所有不符合女主心意的人和事都得消失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小姐问我要不要嫁给小厮的前一秒。春信，你看那小厮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你嫁给他，成婚后继续做我的丫鬟好不好？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，我看着林宝珠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打了个寒战。前世这时候，我一心想着要出府过自由的日子，小心翼翼拒绝了他。林宝珠听我说不愿意，眼泪立马掉了下来，哽咽道：父亲是不是成了亲就要跟春信分开？我舍不得春信，我不要成亲。此话一出，在场众人都变了脸色，二少爷更是一巴掌甩在我脸上。主子赐婚是看得起你，你一个下贱的丫头，竟敢诓着小姐离不开你。来人，把这不知死活的贱蹄子拖下去打死，也叫其他人看看违逆主子是个什么下场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，扯着林宝珠的衣袖哭喊：小姐，您不是答应过奴婢成亲后就放奴婢出去吗？求求您替奴婢说句话吧，希望他能看在我伺候了10几年的情分上饶过我一命。但林宝珠像是没听见我的哀求，撅着嘴趴在父亲肩头。呜呜呜，父亲，春信为什么不愿意跟着我嫁人？他是不是讨厌我？宝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呜呜呜。就这样，我被人堵了嘴，拉到院子外活活打死。临死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少爷在安慰小姐：宝珠，你就是心地太善良，才纵得这些奴才不知天高地厚，都敢跟主子谈起条件来了。面前林宝珠还在等着我的回答，我想起前世的结局，赶紧堆起一个笑容。主子赐婚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谢小姐大恩。见我答应，林宝珠满意的点点头，还大发慈悲放了我1天假，让我出门置办嫁妆。至于婚礼，林宝珠说了，我成婚的时候，春信跟我一同入府，就算是成亲了呀。我强撑着笑，带着他给的2两赏银出了门，一直走到无人经过的小巷，才敢放声大哭。前世我死后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是一本团宠文，我的小姐林宝珠是女主，而我这个婢女只是为了彰显她有多么受宠的一个工具。书中是这么写的，林家父子见这个丫头惹得宝珠伤心，都暗暗捏紧了拳头。林兆也是武将，性子直爽，当即将春信拉下去杖毙了，又害怕林宝珠伤心，只告诉她说春信不愿意嫁人，偷偷跑了。短短2行字，结果了我的一辈子。哭完后，我冷静下来，暗暗分析着现在的情况。林宝珠是林家唯一的小姐，上头还有3个哥哥，个个都将她捧在手心里。大哥林旭白有潘安之子宋玉之才，是大齐最年轻的状元郎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二哥林兆也武艺卓绝，勇冠3军，曾于千军之中直取对方大将首级，有玉面阎罗之称。平日里除了林宝珠这个妹妹，对谁都没有好脸色。3哥林玄清神医古亲传弟子，一手针灸之术出神入化，可活死人，肉白骨。至于他们几人的父亲，则是先帝太傅，门生无数。按照剧情，林宝珠会嫁给2皇子萧恒，日后成为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女人。跟他们比起来，我这个身份低微的婢女简直是不值一提。可老天爷既然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我就不会逆来顺受。螳臂尚且当车，何况人乎？夜幕降临，我在街边随意买了根珠钗，拖着疲惫的步伐，一步步朝林府走去。听雪轩中，林宝珠正在秋雨的服侍下卸着钗环，看见我回来，亲热拉过我的手。春信，其实嫁给小厮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。你在我身边过得如同府里的富小姐一般，哪里知道外头人的辛苦。我要是真放你出去，你过不了多久就会饿死的。我听哥哥他们说，外头那些穷人连饭都吃不起，有时候还会卖儿卖女呢。我垂着头默不作声。外头的日子难挨，可难道这府里的日子就好过吗？林宝珠是林家所有人的掌上明珠，
性子跳脱，时常想一出是一出，偷偷溜出去玩耍。林家人舍不得说他，就惩罚我们这些贴身侍女，有时候是打手板，有时候是掌嘴。去年冬日，林宝珠故意支开我，女扮男装去外头逛青楼，林家大哥发现后打了我20大板，又命人将我关进柴房整整3天。我靠着喝窗台上融化的血水，才勉强捡回一条命。林宝珠要嫁的人是二皇子，皇家规矩森严，万一他婚后又突发奇想的去什么不该去的地方，我怕是留个全尸斗难。林宝珠见我不答话，小嘴一撇：春信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不会是在怪我吧？我赶紧陪笑：奴婢不敢，只是在想成亲那日要给小姐梳个什么样的发饰，有些走神。我3岁起便被卖到林府，到林宝珠身边伺候前，跟着一位老嬷嬷学了些梳头的手艺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林宝珠才信了几分，得意道：二皇子送来的嫁妆里有一顶鎏金奶丝嵌白宝凤冠，是上福局12位司事做了整整2年才做出来的，配什么发饰都好看。我顺着他的话吹捧了一番二皇子对他的看重，装作不经意般提起。整个大齐除了宁安郡主那顶青金石嵌珠点翠凤冠外，就属小姐的这顶凤冠最为贵重了。宁安郡主是荣国长公主独女，在放榜游街之时对女主的大哥林旭白一见钟情，二人如今成婚已有3年。自宁安郡主出生，长公主就开始为她置办嫁妆，尤其是那顶点翠凤冠，说是巧夺天工也不为过。西域的青石，南海的东珠，还有为了制作凤冠饲养的数万只翠鸟，其中的心血与财力物力也唯有皇室才能提供。只可惜工期太长，一直到郡主成婚2年后才将完工。现下这凤冠就锁在宁安郡主的私库中，留着给她日后的闺女当嫁妆。我看着林宝珠突然黯淡下去的神色，微微勾了勾唇角。次日，众人如往常一般聚在主屋用早膳，用到一半，林兆也突然疑惑道：小妹今天怎么了？吃的这么少？林宝珠见有人注意到她，眼泪顿时如断线珠子般掉下来。昨天二皇子送来的那顶凤冠太重了，样子也不好看，宝珠不要带着她出嫁。几人一听都有些好笑，忙哄道：不带就不带吧，宝珠喜欢什么样的凤冠，我们派人去买。我悄悄观察着宁安郡主的神色，她面容平静，嘴角却露出一抹嘲讽，显然是十分看不上林宝珠这番做派。在原书中，宁安郡主可以说是女主的对照组，虽然出身尊贵，可嫁进林家后还是比不上林宝珠。她对于所有人都围着林宝珠转这件事，心中一直隐隐有些不满，可是碍于公公和夫君的面子，也只能装作和大家一样宠着这个小姑子。林宝珠把筷子往桌上一甩：你们就知道糊弄我，买来的凤冠有什么稀奇的？要像嫂嫂那样自家做的才最好呢。说罢，眼泪巴巴望着林旭白：大哥，反正你跟嫂子都已经成亲了，那顶凤冠就送给我好不好？此话一出，宁安郡主的脸顿时黑了下来。宝珠，那顶凤冠是我准备留给女儿做陪嫁的。她还没说完，林宝珠哭得更伤心了。宝珠也好想有娘亲，如果娘亲还在的话，一定也会给宝珠准备很多嫁妆的。好了，林旭白见妹妹哭得如此凄惨，话语中又提到了早逝的娘亲，对宁安郡主有了几分埋怨。长嫂如母，不就一顶凤冠？你给了宝珠又如何？莫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，就算以后有了女儿，难道她还要同自己的姑姑争东西吗？宁安郡主一直不肯松口让出凤冠，和林旭白之间的气氛也颇为僵硬。一连半个月，林旭白都宿在了书房。终于，还是宁安郡主忍受不了丈夫的冷落，率先低头认了错。林宝珠如愿以偿，急忙去宁安郡主那拿首饰。听府中的丫鬟说，郡主在林宝珠走后摔了不少茶盏。是夜，我趁林宝珠睡着，偷偷去了七无院。宁安郡主脸色冰寒，冷冷地看着我：你就是那个暗中传信，说能帮我取回凤冠之人。我点点头：正是奴婢。宁安郡主讥笑地笑了一声：你一个奴婢，打算用什么手段将本郡主的东西拿回来？林宝珠看起来可不像是会听你话的样子。我向前几步，想靠近些说话，却被宁安郡主身边的侍女拦住。大胆！宁安郡主不耐地皱眉：老实回话就行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做什么？我朝她行了一礼：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郡主平退左右。见宁安郡主还有些犹豫，又给她加了一把火：
郡主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将来的子嗣考虑才是。依着老爷和几位公子对小姐的宠爱，郡主认为林家的资源有多少能够留给您的孩子呢？提起孩子，宁安郡主终于变了脸色，平退众人，看向我的眼神也带上了几分认真。现在总能说了吧？我扶了扶身，郑重看着他的眼睛。林宝珠想要凤冠，是因为她要成亲，可若是这亲结不成了，郡主的凤冠不就不用送了吗？宁安郡主眸光一闪，像是有些异动，但很快他又叹了口气，轻轻放下杯盏。林宝珠和二皇子的婚事是林家和淑妃都点过头的，要想取消，谈何容易？更何况对林宝珠下手风险极大，若是被夫君知道了，只怕说什么都要与我和离。此事不必再提，你今晚就当没来过这儿。我见他有退却之意，赶紧开口：郡主不必担忧，奴婢想请郡主相助之事，绝不会惹恼大公子。相反，若是这件事办成了，林家上下都会感谢郡主的。一听不用他对林宝珠下黑手，宁安郡主顿时来了兴趣，挑眉看着我：什么事？说来听听。我抬眼，目光灼灼望着高堂上的女子。我想请郡主帮我找一个人。为掩人耳目，我特意绕开正路，从小偏门回了听雪轩，轻手轻脚将院门关上，正要转身，却发现地上赫然出现了一个人影。心脏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我竭力保持着平静，缓缓转身。月光下，秋雨提着灯笼，面无表情看着我。我强挤出一个笑：秋雨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可是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今晚是秋雨守夜，按理说她不该出现在此处的。月光下，秋雨的脸冷得像一块冰。小姐饿了，想吃你做的三丝面。半句也没问我是从哪回来，我这就去做。我赶忙朝厨房跑去，走出2、3步，听得秋雨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语气轻飘飘的，在早春的夜晚显得格外空洞。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明日未时，你想法子将小姐带去敦义坊安居巷巷尾，那里会有你想要的。第2日，我想了许久，还是决定照秋雨的话去做。他若是想害我，昨夜直接揭发我私自外出就行了，没必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。安居巷旁新开了家名叫芳华阁的成衣坊，里头的衣裳手帕都是用苏州双面绣制成的，每个样式只得一件，穿出去绝不会与其他人撞衫。我以此为借口将林宝珠哄了出来，假意陪她挑着衣裳，实则一直用余光偷偷观察门外的动静。就在林宝珠挑完东西让我付钱时，外头巷口处闪过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林家二少爷林兆业。我扯了扯林宝珠的袖口：小姐，那不是二公子吗？他来这里做什么？林宝珠瞥了他一眼，也很好奇，拉着我蹑手蹑脚地跟在林兆业身后，看着他进了一处朱红小门的院子，约莫待了半个时辰才出来。见林兆业走了，他兴冲冲的就要往院子里去。二哥一定是在此处给我准备了惊喜，才会如此神神秘秘的。谁啊？敲了敲门，院内走出来一位老嬷嬷，看见来人是林宝珠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抹慌乱，悄悄朝身后的小丫头使了个眼色。林宝珠见她拦在门前，很是不高兴。宋嬷嬷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快让我进去看看二哥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。宋氏是林兆业的奶嬷嬷，年纪大后就去庄子上荣养了，此刻出现在这里，必定是有什么大事。小姐，这处院子才刚买，还没来得及打扫呢，小姐还是别进去了，免得脏了衣裙。宋嬷嬷语气谦卑，双手却死死把着门边，半步也不退。林宝珠从小就是个闹腾的性子，越是被宋嬷嬷拦着，就越要进去。宋氏是林府伺候的老人，自然知道林家对这个小姐有多么看重，不敢伸手阻拦，只能由着林宝珠闯了进去。这是个极其清幽的一进小院，院子里种满了林宝珠最爱的梨花。她见到这一幕，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，快步向主屋走去，却在开门的一瞬间骤然变了神色。屋内一位看起来已有7、8个月身孕的年轻女子正坐在梳妆台前，任凭丫鬟怎么劝说她离开也不为所动。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这才转过身来，露出一张和林宝珠有着5分相似的面容。林宝珠嘴角的弧度一点点冷下来。宋嬷嬷等人此时都战战兢兢跪在地上，
不敢触她的眉头。那年轻女子见到林宝珠，起身缓缓行了个礼，林宝珠也没叫起，而是一步步走到她身前，啪的一声，重重甩了她一巴掌。贱人，竟敢顶着这样一张脸勾引二哥，真是活腻了。那年轻女子本就有孕，被这么一打，重重跌坐在了地上，捂着肚子不住痛呼。被宋嬷嬷派人唤回的林兆爷此时也赶了过来，见到这一幕，眼睛都红了，冲上前来将那女子抱在怀中。月清，你没事吧？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大夫！林宝珠见自家二哥如此紧张这个女子，下令喝道：“不准去！”林兆爷不悦地看着她：“宝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林宝珠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二哥，他长着这样一张脸，要是让别人发现了，你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”林兆也偏过头去，有些不敢看林宝珠的眼睛。一会儿大夫来了，请他隔着帘子看诊就是。再说了，他无非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罢了，旁人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林宝珠气得浑身颤抖。御史的嘴有多厉害，二哥想必比我更清楚。如今正是我嫁给二皇子的关键时刻，若是有什么不好的传言，二皇子一定会不高兴的。更何况我与二哥并非……林宝珠说到此处，突然止住了话头，面色格外严肃。二哥，这个女人不能留在京城，你必须马上将她送走。林兆爷握拳的双手紧了又紧，望向那年轻女子的眼神中，却是连他自己都未曾发觉的温柔与怜惜。不行，月清如今怀着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将她送走。你若是不放心，我让她日后少出门便是了。二人还在僵持中，一旁的小丫头突然尖叫：“血！娘子流了好多血！”林兆也低头看着满地的鲜红，一把将林宝珠推开：“让开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赶紧去请大夫！”宋嬷嬷见林兆也是真的发怒了，这才忙不迭朝门外跑去。过了近1刻钟，大夫才匆匆赶来，把过脉后叹息着摇了摇头：“夫人此胎怀相本就不好，方才腹部又受到了猛烈撞击，这孩子怕是留不住了。”原本安静躺着床上的女子听了这话，瞬间痛呼出声。大夫惊呼：“不好，夫人血崩了！”林兆也看着那怎么止也止不住的鲜血，茫然的四处张望着，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吻了吻怀中女子的额头：“太医，青儿，你等我这就去宫中请太医。”说罢，跌跌撞撞朝外面走去。春信，你在这盯着，我去将二哥带回来。林宝珠怕他将事情闹大，吩咐了一句，也咬牙跟了出去。一时间，屋内只剩下我和那年轻女子，还有她身边伺候的2个小丫鬟。她是谁？为何要让秋雨带我来此处？她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无数疑问在心间盘旋。那年轻女子似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挥手平退了其他人，拍了拍床边，示意我坐下。我凑近了，才发现她的脸色已然在发青，瞧着像是濒死之相。女子见我坐下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声音断断续续：“姑娘，我听秋雨姐姐说过你的事，知道你同我一样恨极了林宝珠。二皇子要娶林宝珠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林兆爷手中的兵权。只要林兆爷与他之间有了嫌隙，他在林府在二皇子心中的地位就会下降。我跟在林兆爷身边多年，一开始虽是替身，后来却也能看出他对我是有几分真心实意的。倘若今日我死在林宝珠手里……”我听着他如游丝般的气息，忍不住安慰：“二少爷已经去请太医了，宫里的太医医术高超，一定可以将你治好。”月清笑着摇摇头：“早在林宝珠进来时，我就已经服了毒。我要用我和孩子的命，成为插在他与林兆爷之间永远的一根刺。”林兆爷回来时，丫鬟们已帮月清整理好了仪容。林宝珠面上闪过一丝暗喜：“二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一个外室的孩子而已，没了也好。”直到此刻，林宝珠依旧认为林兆也如此看重乐清，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。林兆也却没回话，而是呆愣愣看着床榻上的女子，一动不动。林宝珠这才意识到事情发展有些出乎了自己的预料，带着我慌慌张张离开。马车上，他犹豫着问：“春信，二哥不会把那女人的死怪到我头上吧？我只是轻轻推了她一下而已，是她自己没站稳。”我回想起月清朝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姑娘，
今日之死是月清自己求来的，还请姑娘不必内疚。强压下心中的恨意，勉强答道：怎么会呢？二少爷最疼小姐了。林宝珠今日在外头闹了一场，早早就睡下了。夜间，秋雨提着灯笼悄悄来了我的房中。我知道他是来解释月清的事情，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他说：春信，你还记得二小姐吗？我当然记得二小姐，她本是林府唯一的小姐，却在表姐林宝珠被收养后成了府里的二小姐。5岁那年，二小姐逛庙会时和林家众人走失，从此就失去了音讯。可是乐清和二小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二小姐走失的时候，她也不过才3、4岁。秋雨点点头。二小姐走失时，府里不少下人都挨了罚，被罚的最重的是二小姐的奶嬷嬷赵氏，她被打了50大板，又被赶出了林府，没过几天就去世了。月清就是赵嬷嬷的女儿。赵嬷嬷临死前告诉她，二小姐并非走失，而是被林宝珠身边的大丫鬟带走的。月清这么多年一直在想办法替赵嬷嬷报仇，好不容易接近了林少爷，林宝珠却要嫁人了。他怕林宝珠进了二皇子府，自己就再也没机会报仇了，这才托我向你传话。我心下了然，却不明白秋雨为何要帮他。秋雨见我一直盯着他，又解释道：我从前受过赵嬷嬷的恩惠，若不是怕牵连家中的弟妹，早就向林宝珠下手。说罢，又有些烦躁地看向我。如今折腾了这么一大圈，林宝珠与二皇子的婚事依旧还在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黑夜中，烛火忽明忽暗，我看着秋雨的眼睛，淡淡说道：等一个合适的时候，给林宝珠最致命的一击。月清一事后，林宝珠很是安分了几日，直到宁安郡主将翻新好的凤冠送来，才又得意起来，兴冲冲给几个闺中好友下了帖子，请他们到府中欣赏自己的嫁妆。看着几位贵女脸上或羡慕或嫉妒的神色，林宝珠终于心里舒坦了些。只是第2日，朝中就不太平了。御史接连弹劾林太傅教女无方，林旭白贪没妻子嫁妆。当今陛下是个护短的，听说自家表妹的嫁妆都被人拿去了，当即大怒，将林旭白从正6品内阁侍读贬为了从7品翰林院检讨。林旭白认为是宁安郡主从中作梗，回家后又冷了他好几天，直到长公主亲自出面为他说情，求陛下恢复了他的官职，他才对郡主有了几分好脸色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宁安郡主更是将林宝珠恨得牙痒痒，不日就将他请人到家中欣赏凤冠的事情透露给了林旭白。林旭白这才知道是自己冤枉了夫人，难免对林宝珠生了几分恼怒。晚膳时，林宝珠像往常一般暗讽宁安郡主嫁进林府几年都未曾有孕，一向纵容她的林旭白却突然发了脾气，怒斥道：一个未出阁的姑娘整日盯着兄嫂的房中之事，像什么样子？林宝珠被这么一吼，眼泪一下便落了下来。只可惜林太傅正因被弹劾一事有意敲打他，林少爷还沉浸在月清的世事中，几日都不曾正眼瞧过林宝珠。一向被众人捧在手心的女主哪受得了这种气氛，将碗碟一摔，哭着回了房间，等待着众人来给她道歉。只可惜道歉没等来，却等来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：失踪多年的林家二小姐林淑玉找到了。前世林淑玉被找回来时，林宝珠已经嫁给了二皇子。林家众人为了替她遮掩，只说林淑玉是表亲的女儿前来投靠。可就算这样，林宝珠还是不满意，总认为林淑玉抢走了属于她的宠爱，撺掇着林家将她许给了一个纨绔。那纨绔喝酒赌博逛青楼，无所不沾。一开始还碍于林家的面子，不敢对林淑玉如何，可时间一长，发现林家对这个表小姐并不在意，行事就放肆起来，常常酒后殴打林淑玉，一次失手意外将人打死了。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，林家父子几人对林宝珠都有些不满，乍然见到了林淑玉这个走失多年、乖乖切切的亲女儿、亲妹妹，心中都有着几分怜爱，立即决定给她大办接风宴。林宝珠听到消息时，请柬已经发遍了京城。她爹坐在绣凳上，喃喃道：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回来？我跟秋雨对视一眼，按照计划好的说辞劝道：小姐，您别慌，就算二小姐回来了，老爷和几位少爷也不会冷落您的，您将来可是要嫁给二皇子的二皇子妃的，林家还得仰仗您呢。林宝珠听到这话，
才稍稍冷静了些。对，我还有二皇子林淑玉越不过我去的。就在此时，秋雨吞吞吐吐：“可是小姐，万一老爷将您的亲事换给二小姐怎么办？毕竟二小姐她才是亲生的。”闭嘴！林宝珠此生最听不得的就是她并非林府亲生一事。她的生母是林夫人的庶妹，与家中戒毒的书生吴美苟合后生下的她。生母去世后，她被林夫人收养，从此不准别人提起她的出生。林宝珠重重甩了秋雨一巴掌，用看死人的目光看向她：“滚出去！再敢胡说，拔了你的舌头！”我乘机进言：“小姐，秋雨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不若寻个错处将她撵出去，省得日后在二皇子面前乱嚼舌头。”林宝珠沉思片刻，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提议。我去寻了宁安郡主，借他之手安全将秋雨送出了京城。如今林宝珠身边只有我一个贴身伺候的丫鬟，她到底是将秋雨说的话放在了心上，担心林家会将她与二皇子的婚事换给林宝珠。我看着她夜不能寐的样子，装作为她考虑般提议道：“小姐，不如我们写信请三少爷回来吧，三少爷最疼爱小姐了，一定会站在小姐这边的。”原书中，三少爷林玄清是林宝珠这个团宠女主的头号中仆，为了林宝珠，放弃了从小喜爱的江湖生活，甘愿入宫当一名太医，替林宝珠挡住宫中争斗的明枪暗箭。林宝珠有些不耐烦：“三哥只会看病，我又没病，叫他回来做什么？”我伏在他耳边低声轻语，林宝珠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最后急不可耐地开始给林玄清写信。很快就到了林淑玉的接风宴，京中不少达官贵人前来赴宴，就连二皇子也亲临林府。林宝珠盛装打扮，做足了一番好姐姐的样子，拉着林淑玉四处认人。不得不说，林家的基因确实优秀。林淑玉虽然流落乡野，被庄户人家养大，可却依旧生得肌肤赛雪，双眸似水。穿上宁安郡主为她定制的素金苏绣纱缎宫装后，更是仙气逼人，连二皇子都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此时路过的婢女一不小心将茶水洒在了林淑玉身上，眼见林淑玉跟着丫鬟回房换衣服去了，林宝珠这才放心地笑了笑。过了约莫半盏茶的时间，宁安郡主突然问道：“二小姐去哪儿了？怎得换衣裳换了这么久？”说着就要让身边的侍女去看看。林宝珠怕她坏了自己的好事，急忙拦着：“妹妹刚回京，想必是不会穿那些繁琐的衣服，才耽误了些时间。嫂嫂若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去看看便是了。”又过了一盏茶，林宝珠和林淑玉二人都没回来。莫说宁安郡主，就连来做客的夫人们都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提出要去找找二人。宁安郡主点头：“如今园中梨花开得正好，那两个丫头怕不是看迷了眼，忘了时辰。各位夫人既有意，不如就一同前往，赏花品茗也是一桩雅事。”众人出了花厅，绕着月湖向后花园走去。刚走到连廊处，就见林淑玉身边的丫鬟正站在假山旁，鬼鬼祟祟朝这边张望。莱阳侯夫人将门出身，又是林太傅的堂姐，见此情景，大喝一声：“谁在那里鬼鬼祟祟做什么？”不喊还好，这一喊，那丫鬟竟是扭头就要跑，被莱阳侯夫人的婢女一把拿下。“贵人问话，你跑什么？”那丫鬟跪在地上，见来了这么多人，吓得不住磕头：“都是二小姐让奴婢这么干的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求夫人饶了奴婢吧。”与此同时，假山后突然传来了一阵男女的嘤咛声。众位夫人久居后宅，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动静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见时机差不多了，领着林淑玉走了出来：“郡主，二小姐找到了。”在场的各位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刚刚被抓住的丫鬟更是面色苍白，惊恐地看着林淑玉：“二小姐，您怎么会在这？”莱阳侯夫人一看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率先走上前去，想看看是谁在这装神弄鬼。其他人紧随其后，都是不想错过这桩秘闻。假山深处，两具雪白的身子相互纠缠着，女子自然是林宝珠，而那男子竟是游历江湖许久未曾归府的林家三少爷林玄清。眼见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宁安郡主赶紧让侍女端了凉水来，一盆凉水从头淋下，二人才算是清醒过来。林宝珠回过神来，尖叫声刺破天际，看着衣衫完整好端端站在一旁的林淑玉，眼里的怨毒更是不加掩饰，痛哭道：“妹妹，
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，给我下药？大家同为林家的女儿，你如此行事，将林家置于何地？这是眼看计谋失败，想把锅扣在林淑玉头上。林淑玉一脸无辜：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才回府不久，连路都没认全，哪有那个本事陷害姐姐呢？姐姐若是真心喜欢三哥，直接同父亲说便是了，何必偷偷摸摸的呢？林玄清此时也清醒过来，恨恨看着林淑玉：还不承认整个府中除了你，还有谁会针对宝珠？林淑玉依旧是那副天真无辜的样子。就算是我下的药，可三哥不是神医谷传人吗？除非是有意为之，否则的话怎么会中这种低级的迷药呢？林玄清顿时语塞，脸青了又白，白了又青。他总不能说这是他为了帮林宝珠陷害他特意配置的情丝绕吧？无色无味，一旦中招，唯有男女欢好可以破除。够了！突如其来的怒喝打破了现场的僵持。林太傅铁青着脸朝众人拱了拱手：诸位，林宝珠乃是我七妹之女，其母早逝，才被我林府收养。与玄清并非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，他二人情投意合，原本打算等玄清回来就举办婚事的，却没想到年轻人一时情难自禁，犯下此等大错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众人心知林家这是有意将此事遮掩过去，都低着头默不作声，将视线转向了站在一旁的二皇子。二皇子比起林太傅淡定多了，反正他当时下聘的时候只说是与林家结亲，并未明说是哪位小姐，更何况就现在的情形来看，林家的小姐此后怕是只有林淑玉一位了。为尽快了结此事，林太傅翌日就为林宝珠和林玄清办了婚礼，算是让林家脸上没那么难看。林宝珠成婚后始终忘不了二皇子，又觉得当日林玄清是将计就计毁了自己的清白，成日里对他非打即骂。林玄清虽然喜欢林宝珠，可也受不了男人的尊严一直被挑衅，忍了2个月便说自己要外出游历，逃离了林府。自此林宝珠在府中的日子越发艰难，不仅要看宁安郡主和林淑玉的眼色过日子，还时不时被林兆也罚跪，说是要他向月清赔罪。3个月后，林淑玉与二皇子大婚，眼看自己心心念念的皇子妃之位被夺走，林宝珠终于崩溃了，想和林淑玉同归于尽，却被二皇子派来的暗卫拿下，以刺杀皇室的罪名被判流放。林宝珠被押往岭南那日，我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与他擦肩而过，去往江南的渡口处，秋雨早已带着弟妹等候多时。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：你费尽心思扳倒了林宝珠，如今就这么走了，什么都不要？我笑眯眯看着他：要啊，谁说我什么都不要？要了什么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闭上眼，感受着迎面拂过的江船，声音很轻很轻：要自由，眼中有海长无界。我是人间自在人，此后长安再无春信。